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胡说北道对话环节。我们今天呢，特地呢，请了两位朋友过来，一起去探讨一下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啊，就说说现在的 Taylor Swift 这个美国的一个歌星，他对我们现在的整个音乐界或者这个商业界的一个很大的影响。那今天我们有请了我们两位朋友，第一位是我们一直以来都很受欢迎的 K 小姐，还有一位新的朋友叫 Ray。嗨，你们好。Hello，那好，大家好，那大家好。那个魏理跟我们所有观众一起介绍一下你自己吧。我其实我刚刚看了一下，其实我真的从06年就开始听 Taylor Swift 的歌，因为他那时候还是 country music 嘛。其实那时哦，候可能就因为还小嘛，就没有很多钱可以买他的 album 什么的。但比如说以前同学会去唱 K 啊，或者说以前我们很小的时候还是会听 MP3什么的，就还是会偶尔会听到他的歌，觉得他的歌比较有意思。对，然嗯，后以前其实国外的歌手小时候也听的不多嘛，但其实真的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听，然后就是到现在其实也是十几年了。然后就是我是刚刚买到他在明年3月的新加坡的一个演唱会的那个门票，所以就是也算很幸运吧，因为也是朋哦，友帮我抢到的。对，所以就是啊，是今天可以说有这么一个聊梅梅的这样的一个直播，所以我也也有兴趣过来听一下。但是虽然我听了他歌很久啊，但是说实话，我对他个人本身的一些阅历可能没有特别的了解，反正也是跟两位一起去就随便聊聊这样子。对，哦，可以啊，可以啊，大家一起交流一下。那 K 小姐呢？啊，可以。我这边的话，就反正我个人的话不算是梅梅的粉丝，但的话就是因为身边很多朋友啊，比如说像刚刚鱼尾也是我的朋友嘛，然后还有就除了鱼尾以外，就我身边还有非常多的女性群体，他们都非常喜欢梅梅，就他们会觉得说梅梅对他们的那种影响啊，已经不是说仅限于就这首歌本身好不好听，或者是本身这个 MV 啊能不能带给他们一些共鸣或震撼。而是他们会觉得说梅梅这一个人的本身，就包括她的一个时尚的穿搭，还有她过往的一些感情的经历啊，还有就本身她整一个人就非常的那种，就很反抗所有她不满的一些东西，这种独立女性的一些精神，就我身边的很多女性朋友都挺追捧她这样的一个 IP 的，所以的话作为我自己身边很多朋友都蛮喜欢梅梅的嘛。所以的话，我其实个人也会从他们的口中去了解到，就可能从不同角度关于就 Taylor Swift 的一些东西。但我自己本身其实也有听他的歌啦，但可能就不是说每一首歌都去追。但像他的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些曲目的话，就还是会在我的一个网易云的一个 APP 上面去无限的单曲循环。哦，可以可以。哎，那我想就好奇问一下，因为我就是在国外生活比较长，所以我不太懂为什么你们会称之这个 Taylor Swift 叫妹妹啊？他梅梅这个称呼的话，其实蛮有趣的。就因为本身我们知道，就 Taylor Swift 她本身是很高嘛，就1米8的一个高个子的一个女生。然后呢，但是她当时出道又很小，就可能15、16岁这样子，她就已经以一个类似于童星这样子的一个歌星的一个身份出道了。所以的话，当时呢就很多美国那边的一个粉丝就称她为一个美国甜心啊这样子的一个称号。那么在中国的话，因为中国称女生长得好看的话，一般都叫美眉嘛，就是美丽的美，然后眉毛的眉，就美眉这样子。那所以呢，他们就会觉得说，哎，那这个美眉跟它好像也可以用一个谐音这样子去过渡，而且的话叫起来还蛮上口的，而且又比较容易记。所以的话呢，就一开始梅梅这个称呼呢，就是中国这边的一个粉丝跟歌迷给他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爱称吧，然后这样子就叫起来。而且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小道的一个说法吧，就说他当时因为作为一个歌手嘛，
他想获得一些比较大的成就，他肯定就是要在不同的一个时期都要去冲一下，就比如说像美国啊，或者是全球的一些比较有名的一些音乐的排行榜啊，然后如果获得那个排行榜的冠军，那么对于他自己本身的一个成就的一个嘉许就是非常大的吧。但是梅梅呢，就是可能在他早年的一个时候呢，刚出道没多久的时候，一直呢都是每一次去冲击不同的一个音乐排行榜的一个冠军的时候呢，他都会遇到就是一些比较强的对手，然后呢都会把他这个冠军呢给截胡，然后呢他一般来说他就只能拿个亚军或者是季军，就第二、第三名这样子的一个title，所以的话呢，就粉丝就会觉得说他还蛮倒霉的，所以一部分也是觉得调侃一下自己的偶像，然后也有存在着就替他觉得蛮可惜这样子的一个自我讽刺的一个意味嘛，就所以就叫他梅梅这样子的一个称呼。哦，还有这样的说法，我真的不太清楚。那你们对他这个 Taylor Swift 的一个成长是怎么样的看法？我这边知道跟了解到的，其实Taylor Swift 他一开始从早期他其实是从那个 country music 就乡村音乐的一个风格为主嘛，但是呢，他这一个风格的话，其实在当时来说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风格来说，就等于说唱这一个风格的人，特别是女性的一个歌手其实不是很多，而他作为当时的一个年代以这么小的一个年纪，并且是唱就是乡村风格这样的一个音乐的一个 style 出来的话，其实一开始他所打开的一个听众面也不是很广的但是呢，他的歌词呢非常有趣的一个东西就是他的早期的所有的歌曲的内容的主线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他成长过程当中经历的一些感情的一些细节，或者是感情的一些经历来进行一条主线，去把他整一个歌曲的一个创作给拎起来，就包括比如说像他第一次的初恋啊，还有暗恋啊，还有就是可能遇到了背叛啊，或者是相处当中又遇到了什么男方的 PUA 啊、不满啊等等，就反正他在感情当中跟他的一个当时的男友发生的一切的经历，跟一些他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细节，他都会放在歌中。所以的话，当时就有一句就外界可能调侃他的话，就说我每次听 Taylor Swift 的一些歌曲，我都会在猜到底他歌里面唱的到底是哪一个男友，就他的第几任男友，或者是他当时可能也有交往过一些在当时的一个社会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一些男艺人或男明星等等，然后大家都会对号入座的去猜到底他唱的是谁了，他唱的是哪段经历了，所以的话这个还蛮有趣的。然后于伟那边你自己对他早期的音乐风格有什么认识到的一些地方吗？就是以前刚刚也说了，06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听到国外的一些歌其实不算多嘛，然后这种 country music 一般也是那种，就是那种男的唱的比较多的，因为他一般就是对以前对他的整个的印象就是他一个拿着吉他，然后就是弹唱，然后那种乡村音乐非常就是有点清新，然后刚刚说的歌词的内容也是开始说的就是偏爱情为多的一些歌曲嘛。对，但后面他其实会整个的album的那个风格都会有点变化，特别是他中间跟凯爷有一段就是那个不愉快的事情之后，他其实从 country music 到流行到后面整个的一个音乐的一个变化，到就他的那个每一次的 album 都是能很带给人一些震撼，不是说只是有那么一两首就是特别的标志性，但它其实是整一个的专辑都非常有不同的风格，就是它每一次的专辑风格都非常的强，就是有专门的 style， 然后也会有很多就是能便于大家去传唱的。其实以前在好像没有抖音的时候，其实大家能传起一首歌，要么就是你听 MP3 比较多，要么就是大家去唱 K，可能大家一起会去唱，然后就都会去唱的话，就会大家都会比较熟悉。那其实对于我来说，其实我自己没有专门说我每一年去专门听他的歌，但是每一年到那个像云音乐和 QQ 那种年度音乐总结，我的年度歌手都是他，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一个很神奇的现象。虽然他没有每一年出专辑，但是我每一年听的最多的歌就是他。
这个是一个反正很神奇的现象吧，因为我们有时候工作啊或者说学习的时候去听，其实是就是不自觉去听的嘛，不会说专门去找谁的歌手去听，但是最后就也下来了。我觉得这个就还是挺神奇的吧，就是跟他这个这种有一种羁绊共鸣这样的一种感觉吧，只能这样说。然后他也确实他的歌曲就是真的会一直去写他的一些故事，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就是相对于其他歌手可能他自己前期的一个卖点，跟后面他其实也会除了爱情以外的一些更多事业上的一些事情啊，或者说他自己对生活上的一些想法，他也会写到歌曲里面。那这个其实我们作为歌手粉丝来看的话，其实就是想像跟他一直成长的那种感觉，就是能经历他每一个阶段不同的，就是他自己的个人的一个转变。对，所以这个就是能带给粉丝的这种新奇度会比较高一些。你对他的那些男友，你对他的男友有了解过吗？前男友那些？说实话，他那些男友真的，我只是就以前我们也就是调侃嘛，就是说他的歌曲里面都是写他的前男友什么的，然后也有一些歌我也知道大概是谁，但说实话我知道他有很多前男友，但是我真的唯一能对上号的可能就是那个洛基的那个扮演者，对其他的虽然都很帅啊，但是我有点叫不上号，对。哎，但是我其实就之前我是之前听说过他有非常多前男友的时候，就其实我作为女生的一个角度，我其实有想过一个问题，就除了本身他可能感情经历会比较丰富以外，其实有没有也有一种就相互借力的可能性，就是他可能需要不同一个类型的男生去让他整一个创作更有灵感，就包括他的一些感情作为他的一个创作内容的一个加持，然后同时那些男生其实也蛮需要他的一个 IP 来带一下，就是因为我后来有查过，就是他好像蛮多前男友，就除了那么几个可能是相对比较知名以外，其实很多都是那种小众音乐的一些，比如说乐队啊，或者是一些独立歌手啊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就我会觉得说其实也有在蹭他的流量的。只能说相互加持吧，就是对能给到他灵感的同时，然后也能带给，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还是蛮需要情绪价值的人吧，就是他其实你看他其实好像很光鲜亮丽，但其实他一路以来他也是受到了很多的一些诽谤啊也好啊，或者说一些就是社会面对他的一些吐槽，但他其实也会因为过往也会因为这些事情，然后就是变得比较的整个情绪比较淡了，特别是跟侃爷的那个事情以后，他其实是基本上消失了快1年了。对，所以我觉得可能他也是需要不同的男性去给到他的一些情绪价值跟就是对他生活的一些鼓励吧，能这样去说。对，但说实话，就是有人可能觉得说，就是你有太多的男友啊什么的之类的，可能觉得你就是有点就是不太那啥，但其实我个人反而对他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我只是觉得他就是一个很随性的人吧，只能这样说。而且因为他刚刚前面你也有说到，其实他对很多女生的，就是一个引导，他也不是说只是单纯说我只是一个歌手，我只是一个偶像，而是他真的会做出很多否女权也好，或者说否一些就是社会面比较正能量的一些东西，他也自己还会做出一些表率跟发言，对，所以这个其实对粉丝来说也好，或者说对路人来说也好，就是我暂时说实话，我真的不觉得他有太多能招路人黑粉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吧，就他，反正我觉得就算是路人，应该也还是会偶尔会听他的歌之类的，大概是这样。因为你们说的我都大概同意，但是在我们北美呢，就是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从这种他这个音乐圈子里面的这种营销角度去看这事情，就从这个 marketing 来看的话呢，就当初这个 Taylor Swift 它的定位呢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为什么呢？就是在外国这边是有很多不同的 country music，但是呢，
听 country music 的通常都是老一辈的那些人，但恰恰好呢，在这个年轻的这个 generation 这一辈人里面呢，就有这个空白的空间。然后呢，因为一般其实在美国或者加拿大这边就北美生长的人呢，他们的父母会听country music，而影响到了会有部分的小孩子也是喜欢听 country music 的，但是呢。就在那个小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他们没有一个比较年轻化的一个 country music 的这个一个 icon 这样的东西出现，那所以说导致到呢 Taylor Swift 的出现呢，就刚刚好把这个空白的区域给垄断了。就当初那个可能就是那个 X generation 的那帮人，他们的成长里面就把那个 Taylor Swift 变成了他们自己心目中在 country music 的这个偶像的那个重任给付托了到他的身上，所以说他就有一个非常稳固的一个核心的用户，他拥有了这个核心用户了之后呢，然后呢他又很懂怎么去把一个年轻少女的这种故事或者这种情怀，通过他的音乐给传达出去，然后让更加多的那个少女的那个女粉去吸引过来了，所以是通过这样的渠道一步一步的加速的把他的那个粉丝群越做越大。然后呢，因为就刚刚你们说的，通过不同的所谓的这种前男友啊，这种闹一些绯闻啊，可以上电视啊，在电视上又利用这些所谓的男友这种明星啊或者什么的做不同的搞笑的效果的效应啊，因为他以前小的时候已经不停的上这种美国的那个 talk show 嘛，然后通常他上到 talk show 的特别有一个叫做那个 Ellen 的那个 talk show，就是 Ellen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在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女性，然后还是一个呃女同志的一个 talk show host，然后他们在上面呢就经常就是搞笑这个 Taylor Swift 的他那个男友或者什么的，就让他上节目，就让他好像看起来很尴尬那样，但其实是背后是可能我觉得他们背后的经纪人是大家一起在做这个局嘛，就是让全世界都把这个话题的那个蹭个热度，对不对？所以说他是应该这样子一波一波的，就是打下了很多很多的粉丝，制造了很多不同的话题。那通常这些话题都是往正面发展的，所以说他也一直树立了一个就是年轻，然后很那个保守，但是保守的来也很正能量的爱护自己的一种所谓的，在美国就有一个词叫做the next door neighbor girl 那样，就是好像那个家伦的一个小男孩小女孩，就是你成长的时候，你可能隔壁一个女孩子，然后你一直就很暗恋着她，然后她一直成长，在你的成长过程，她也一直在你生活里面，就是一样这样的定位，所以说她就成为了好像美国的国民老婆嘛，对不对？在他们来说就是一个这样的形象出现了。嗯认同的。嗯，对。那你继续说，那 K 小姐，那然后你觉得他的一些的关键点是怎么样去改变他这个人设的，或者嗯，他成名的时候？就因为就是结合我们刚刚聊到的一些东西嘛，就其实嗯梅梅她在整一个过程当中，她其实还蛮多争议的，就外界对她这一个人还蛮多争议的，就不管是她的可能一开始定位，就像刚刚 Max 所说到的，刚开始她的定位而导致她的给别人的这样子一个标签，或者是别人对她的这种人设的一个塑造也好，或者是刚刚于伟提到的一些前男友的一些风波也好，就大家就会觉得大众对她的一个争议点就在于，第一可能是来源于嫉妒，就比如说觉得哦她长这么高，然后
漂亮身材好的同时，为什么还能交这么多又多又帅的男友？就可能一部分是源于这里，那另一部分其实更多大众就是对于他所取得的一些成就，会有一些争议点吧，就觉得他怎么这么小的年纪，然后就能斩获非常多国际上面可能别人需要付到20年、30年可能都未必达到的这样子的一个成就的一个高点。但是这些负面的一些东西或者是一些大众的舆论，其实对于梅梅来说，她其实倒还就起码我们作为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她好像其实也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打击。但有2件比较大的事件对她来说算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转折点。然后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她之前一直都是以一个美国甜心这样子的一个少女这样子的一个乡村风格去进入到这一个音乐的一个市场嘛。但是自从她发布了一个专辑叫1989这样的一个专辑之后，其实这个专辑所取得的一个成就，当年就把她已经从乡村歌手这样子的一个可能相对比较小众的一个标签，已经让她转变成了一个流行歌手，并且呢为她以后成为了一个巨星这样子做了非常大的一个铺垫。但是呢这件事情之后呢，就这个专辑发布完之后呢，当时就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当年那个年代是从那个数位平台转向串流音乐平台的一个阶段。那简单来理解一下，就是什么叫数位平台？那数位平台其实就像我们之前像我们90后也会经历到的一些PC 端跟 Mac 端的一些，就可能有一个CD 这样子的一个物质的一个载体作为标准的，可能就是称之为数位的一个时代的一个音乐。那么像现在的所谓的一个串流平台的话，其实更多就是针对现在的一个互联网的一个平台，就包括我们使用的一些 App 上面听一些电子专辑，那就属于现在的一个串流平台的音乐。那么当时刚好就是从数位平台转型到串流平台这样子的一个时代嘛，所以的话当时像那个 Spotify 就非常的出名。但是问题就在于呢，梅梅当年的一个1989这样的一个专辑的歌，它几乎很多平台都有上，但是唯独就没有上这个平台。那后来呢，就是也有媒体采访到他，问为什么你这么多平台都上，唯独就不上这个平台了？然后他的解释就是觉得因为Spotify 它不给当时平台上的一些歌手不给他们酬劳，也不给他们所谓的一个音乐版权费，然后他认为就是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所以呢他就觉得那就要表明自己的态度，那我就拒绝把我这个新专辑的歌曲放到这个平台去给网友去听，或者是给网友去下载这样子的一些行为然后但是问题就在于，其实当时串流平台这个时代下的话，这个趋势还是蛮明显的吧。那而且呢，就大家都会觉得说也其实也很正常嘛，就是互联网时代，大家都直接到网上去下载，其实也没有非常强的一些所谓的音乐版权的一个意识。就包括当时像 Apple 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它其实在 iPod 那个年代的话，其实转到串流平台，它那个 Apple Music 这样子的一个转变的话，它其实也会觉得也应该给到就听众去免费听取歌曲这样子的一个权益，而不是要向我们的听众去进行一个版权的一个收费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所以的话，他当时也是把那个专辑也拒绝上传到 Apple Music。那么这2个平台它都拒绝了上传这件事件，在当时还掀起了非常大的一个波动跟影响，因为他把这些东西都发在了他的一个 Twitter 上面嘛，就放在他自己的一个社交平台上面。那么隔天呢，苹果的副总裁还去回应他说，之前他们的计划是想在那个Apple Music 推出完之后，想有3个月的试用期去免费给到听众去下载去免费听取歌曲，但是呢后来就是因为梅梅把这件事情就放在公开平台上摊开来说嘛，就觉得侵犯了音乐人的权益然后又不给版权费等等，所以的话呢，就苹果的副总裁也去回应了他，也觉得 OK 了，我们现在在3个月的试用期阶段，我们也同样给予就合作的一个音乐人给他们相对应的一些报酬，所以后来梅梅才同意上传。但是这件事情当时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在当时可能很多人都理解觉得在串流媒体这样的一个平台下，
觉得是非常常见的这样的免费下载、免费听取一个歌曲这样子的一个影响。但是他站出来就觉得说不能这样子，应该是给予每一个音乐的一个创作者相对应的一些报酬来维护他们合法的一个权益。所以当时这样子的一个事件的话，他除了本身对自己有非常多的一个好处维护了自己的本身的这样的一个敢于去反抗这样子的一个人设以外，他其实也维护了非常多一些音乐人，特别是一些小众的一些独立音乐人的权益然后大家对他的评价也更高了，就觉得他为了大家的一个共同利益然后不惜一切的代价，也非常勇敢的站出来，跟当时整一个时代下的一些巨头去作为一个对抗。所以这个事件的话，其实对当时整一个社会跟粉丝对他的一个形象还是有蛮大的影响的。然后第二个事件的话，可能就是比较多人去已经关注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他把自己的6张专辑重新全部录制这样子的一个事件。然后你们有没有了解过这样的一个事件呢？有啊应该有有，听说过吧？对对对，那个事件特别的，就是在投资界又好，在整个这个音乐界跟整个商业界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因为它直接改变了很多这个游戏规则，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那个时候很轰动，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对，因为当时呢，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个事件发生，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梅梅她在很小的时候就出道了吧，15、16岁，所以当时呢，她出道的时候呢，就跟一家叫 Big Machine Records就是可能中文翻译过来就是大机器音乐唱片公司然后就去签约了。那么就是按照当时签约的一个玩法就是包括其实现在我觉得很多的一些唱片公司其实都是沿用这样子一个玩法啦，就是对于一些他们挖掘到未来有机会或者是有潜力成为巨星的一些人，他们会以他比较小的年纪的时候就跟他们签了一个就可能长达10年以上的一个契约，然后就可能直接去要了他们的整一个音乐的一个版权跟他们的一个完全的一个使用权这样子的一个权益。这当时梅梅也是在她15、16岁的时候就跟这个大机器唱片然后签约了，然后一签就是签了长达13年的一个合约并且呢就是这13年当中已经囊括了她就是最具代表性的6张非常出名的一个专辑。那这件事情发生的一个新的一个问题就在于说当他这一个合约已经快到期的时候，然后梅梅呢就想买回他这6张专辑的一个所有关于这个音乐的一个版权，就包括他的一个原声的一个母带，就官方录音这样的一个版权，跟他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场合这样子的一个完全的一个所有权。但是问题就在于说当时的一个大机器唱片公司，就我个人感觉是有点不厚道就是他就把梅梅的这一个等于说这个签约，然后他就直接转卖给了当时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知名的一个经纪人，叫 Scooter Braun。然后他现在呢，就可能大家对于他的一个名字好像也不太认识，但他呢其实是现在 Justin Bieber 的一个经纪人也是那个侃爷他的一个前经纪人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就卖给了他。那卖给了他之后呢，他对于梅梅的一些演出呢，就有了非常大的限制。就比如说梅梅在参加一些美国的一些比较大型的一些演唱会或者是大型的一些节目当中，他就要求梅梅不能唱旧歌。然后也不允许他的一些歌曲，比如说插在一些电影或者是一些电视剧或者是一些广告当中。所以的话就导致梅梅会觉得，首先第一，这些歌曲本身的一个创作者就是我本人，但是我对于他并没有拥有非常大的一个支配权跟他的一个控制权，反倒是把这些控制权完全交在了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新加入的一个人手上，并且他对我有了非常强的控制欲，就又不准我这样，又不准我那样，就给了我的一个所谓的商业的一个盈利空间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限制，这是其一。然后其二的话呢，就是
这一个人就这个知名的经纪人 Scooter Braun， 他还有跟美美有一段就是比较不愉快的一个经历了，就是回归到刚可能于伟有提到过，就侃爷这个人，就当年呢，就09年的时候呢，就美美呢在一个美国比较大型的一个颁奖典礼上面呢，他就击败了当时非常当红的 Beyonce， 然后就拿下了最佳女歌手这样子的一个奖杯。然后当时他就发布自己的一个感言嘛，就对于20岁的他来说，可能这个奖项的话就非常的有代表性，而且就是对于他自己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就感。但是呢，他自己才说了一两句话之后，然后侃爷呢就直接拿着个麦克风上台去打断了他，然后大概的一个原文的一个意思就是说，虽然我觉得你非常好，你也值得这个奖项，但是我觉得 Beyonce 还是这一个时代最好的女歌手。然后呢，下面的观众就趁虚嘛，就等于说那看到大家在上面就是看热闹一样，然后就疯狂的鼓掌，然后就让梅梅就觉得很尴尬。当时她的年龄又很小嘛，所以这件事情呢对于她来说就有了非常大的打击，那导致了她跟侃爷呢从09年开始呢，往后的4、5年其实他们的关系都非常的差。然后呢，可能到了14、15年，关系才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缓和，就因为传出来说他们可能接下来有合作一首歌这样子的一个合作机会。那在2016年的时候呢，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让他们本身已经不太好的一个关系呢，又重新到达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冷点，就在于呢，就是在16年的时候呢，然后侃爷就发布了一首新歌叫 Famous， 然后这首歌里面呢的一个歌词呢，他就提到过说，他梅梅应该和他睡过，因为呢他让梅梅一举成名，然后而且在里面呢也用一些非常不礼貌的一些词，比如说 bitch 啊这样子来形容梅梅，而且呢也没有经过梅梅本人同意，然后呢 MV 里面也放了一个梅梅全身没有穿衣服的一个蜡像来进行跟歌词的一些配合等等，所以的话呢就会让粉丝会怀疑说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所以呢就令到就是梅梅在那段时间不仅掉了非常多的粉丝，而且呢自己的口碑跟声誉也直线的下降，而且呢当时的那个侃爷的老婆，他当时的老婆就卡贝珊还发布了一个就是剪辑过就自己处理过的一个录音也是证实了这一段就是她老公就侃爷说的这一段东西的一个真实性，所以的话呢就导致就梅梅整一个人呢就觉得又被冤枉了，而且又消失了1年的时间，大家也不知道她去干嘛，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导致她整个个人的形象都跌到了谷底，而且呢有媒体甚至还非常夸张的去报道她说觉得她就已经没戏了，就她感觉她的音乐之路已经终结在此了，而直至到就是2020年的时候，一段完整的录音出来之后，大家才知道了这个真相，才重新就是对就是梅梅这一个人有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认识，或者是同时对她的一些个人的好感。而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因为她经历了4、5年这样的一个个人非常低谷跟非常难受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嘛，而且呢，就他后来会发现说，原来在2016年的时候 ，Justin Bieber 的一个 Instagram 上面，他发了一个推文，就是他与侃爷跟刚刚所提到的那个知名的经纪人就接盘他的这一个Scooter Braun 的一个截图。对的，他就会发现，就突然间他就会醒悟过来了，把一切事情串联起来。原来当时在自己处于事业最低谷的时候，在网上霸凌他，然后呢去造假这个录音出来，去联合其他人一起去把他搞到最低谷，甚至有可能让他退出整一个音乐界的，原来背后就是 Scooter Braun 这个人在背后作为这样的一个幕后黑手在推力，所以他就觉得很讽刺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想象，就是现在自己的版权属于这一个人，那对自己来说，哇，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情况呢。他有可能完全可以未来某一天用某一个理由去把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音乐帝国给一手摧毁了。所以呢，他就希望像Scooter Braun 这边去买回这样的一个版权，但是呢，他就要求他说我们这边不能卖给你，除非你以一张新专辑的一个推出去换回一张旧专辑的一个版权。但是梅梅就会觉得说，这样就是
无限的恶性循环嘛，就等于说我推出了一张新的，我才能换回一张旧的，那我要推出多少张新的才能换回所有的旧？而且推出的新的，到时候我又要以更新的专辑去买回这些所谓的一个新专辑的一个版权回来，就觉得是一个无限的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当时呢，他就做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当时的一个时代，其他歌手都不太敢做的一个行为，就是他重新录制了自己这6张专辑里面的所有歌曲，然后并且呢重新上传到一些主流的一些串流平台，并且在后面就标注完这个是Taylor Swift 的一个版本。而跟之前的一个可能几年前的一个原声版本是不一样的，所以的话呢，就做出了这样子的一个举动。然后当时呢，非常多的一些粉丝也是很支持他这种行为，就觉得说我很欣赏你这种敢从零开始的这种勇气，并且呢，他这一个重新录制的歌曲呢，跟他以往呢也不是1:1的照搬，而是他会以一种重新的一个角度，以更加好的一个音效的设备，以及他自己更加好的一个等于说他一个歌唱的一个水平去重新演绎这个歌曲。就可能之前比如说像Fearless 这张专辑，它可能更多的是描述自己在爱情的经历当中，可能失恋了、被背叛了这样子的一个心情从而去写出了这首歌。那更多是可能集中在我们刚刚所说到，可能是对一些前男友的一些爱情经历的一些描述吧。但现在它可能新版本的一个 Fearless 的话，它就是更多是描述自己挺过了像刚刚所说的串流媒体这样的一个版权，以及就是像那个重新录制跟就是侃爷也好，或者是跟那个 Scooter Braun 这样的一个不愉快的经历也好，挺过了这些风波之后，他自己的一个作为一个独立音乐人，他的价值跟他一个不畏惧的一个精神，去赋予这首歌，赋予这个 Fearless 的一个专辑有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角度去切入，所以的话就更让粉丝去买单，就觉得说就算我已经听过了这一个歌曲，但是我觉得现在的一个梅梅跟当年的梅梅表达出来的一个同一个歌词所带来的不同的一个感受，才是最吸引他们的地方。所以的话呢，就导致基本上大部分的粉丝都去买他的一个新专辑，而不再去购买以前的那一个就他的版权拥有在就是之前的前东家跟那个经纪人公司的那些旧版权的一个专辑，所以就导致了他们其实还损失了蛮大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收益的。所以基本上的话，就这2个大的事件呢，就让梅梅不仅本身在自己做音乐这条道路上转变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形式，就把他自己的一个版权全部获得回自己的一个手上并且呢还开拓了一条全新的一个商业模式，而且呢还挽回了他自己本身那几年低谷期的一个风评跟他的一个声誉，而让到就不管是旧粉也好，或者是新粉也好，对他都有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认识。对啊，对啊，因为这个事情啊，就是吸引到了我了。就我本来是不听他的歌或者不听这个类别的歌，但是因为当时候这个新闻让我认识到，哇，我觉得这个女的为什么这么牛逼，她好强的。因为大家都明白，在这个音乐这个 business 里面啊，其实真的说白了就是大家喜欢那个明星或者什么，他只是整个产业链里面的就是一个兵，对不对？它其实背后有很多很多资本在操作，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利益关系在互相交换，然后他居然敢站起来，然后为了自己的那个权益去争夺，然后最后还赢了，我觉得真是一个非常对整个产业来说是非常大的改变。因为你也知道，好像你刚刚所说的，他从那个 Big Machine 去到了接手之后去到把它再转卖到去到那个另外一家公司之后，它是有一个在投资角度来说，它是背后的投资人是赚了一波的。然后呢，他第2次转手的时候，他转手到去了一个就是那个 Taylor Swift 自己不喜欢的人手上了，就变成那个 Scooter 手上了。但是那个 Scooter 手上的时候，他其实我觉得，我当时我看的时候，我觉得是他可能是想就是制造一些负面的东西，然后去把他那个
价格给压低，然后去捞这个底。然后呢，他捞了之后呢，他可能就再希望用更加就是可能对 Taylor Swift 是没有太大利益的一个签约合约去跟他做下一波对赌的一种形式的合作吧。但是背后我就不太清楚是什么这样回事，但是我当时看的感觉是好像这样的一种经济上或者金融上的操作。然后呢，他居然Taylor Swift 就突然间反过来重新做了这一连串的动作，然后还把他们那种垄断性给反过来了，然后直接去跟那个 streaming 的那个 platform 去合作，就好像你刚刚说的那个Apple Music 啊什么的，直接跟他们合作了，去推新的专辑，然后用自己粉丝的力量去做推广，这个真的很牛逼，很牛逼。当时候我是特别感慨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感动了我了。他这样的这么一个就是看起来比较弱的女性，然后在这个社会上得到了这么大的关注啊，也有的这么多人的支持，是一个非常对女性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就是对他们的发展来说。而且他这一个事情哦，就是他后续就是到期完之后，他其实18年跟环球就签约了嘛，就等于说他签给了环球嘛。但当时环球以$2亿把他签过来之后，后来也其实跟他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可以保留他。就是等于说他的音乐的所有权还是属于梅梅本身，但是环球只会跟他共享，就是歌曲跟那些所谓的串流平台的一些上面的一些收益，只会跟他共享这一个，但是不会再去像以往的一个像比如说像那个 Big Machine 一样，就跟他去占有他的一个对音乐的一个所有权。所以我就会觉得他很厉害的一个地方，就是他自己做的这件事情不仅对他自己有益，而且就是他这件事情其实还带动了当时很多在环球的音乐人或者是其他串流平台音乐人，也获得了可能前所未有的一个音乐的权益，然后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所以我就觉得就很伟大吧，就很伟大的一点就是不仅利于自己的发展，同时可能还带动了非常多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非常好权益保护的一些音乐人，也获得了他们应该获得的东西。的确是。然后呢，那个 Ray 俞北呢，你觉得怎么样？你怎么看？对，我也是觉得，就是他，就是我觉得他各方面嘛，无论从他的音乐风格也好，还是说刚刚他在行业里去做的一些尝试也好，他都是打破了一些常规，然后也是这些的常规能不断就是扩充他的一个知名度跟他的一个受众面，然后也是因为他的这种就是不会遵循在这种权威的压迫底下吧，他去做出的一些改变，然后去让他自己的整一个事业就是不断的，就是有不断的一个就是转变这样子吧，就是一个虽然有起有伏，但是他能在每一次的起伏的过程中，能去找到他自己新的一条路。然后也是这样子给到行业一些更新的一些转变，然后也是他成为现在这样的一个巨星，我觉得他所带来的一些影响，对，就是我觉得他个人真的是挺有影响力的，就是他不是说只是单纯出完音乐了就好，因为现在其实像美国和他同期的一些歌手，可能现在可能都基本上都不一定有人认识了，但是他这么十几年走过来，而且能越走越新，我觉得这也是他自己个人的一个魅力，对。对，然后他这个就是他是得到了专业性的认可啊，他有得到很多奖项啊，他的个人荣耀是非常高啊，在这个行业里面，那个 K 小姐应该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啊。他蛮多奖项的啊，个人，但是有几个代表性的吧，就是大家可以也去关注一下。第一个就是他获得了2021年的时候获得了那个全球指标奖嘛，那这个奖项的话，其实他就是
很高的地位，就是怎样的人才拿到呢？就一定要在全世界音乐产业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并且他的作品一定是要遍布全球各个地方都非常爱听，或是非常受欢迎这样子的一个作品，才会给予这样子的一个成就。因为历史上其实获得这个指标奖的其实只有3个人但是他是第一个获得的一个非英国籍的歌手，同时也是3位当中的首个女性歌手，因为另外2位都是男性哈，虽然我不太了解他们，但是他是这3位当中唯一的一个女性歌手这个的话算是对他比较大的一个嘉许了。而且的话，那其他比如说像他获得10个格莱美的奖项，那这些可能大家都会比较知道嘛，因为大家每年都会有看，就是只要格莱美的一个音乐奖项颁出，大家都会有去关注的嘛。而且就是他一共发布了7张专辑，然后也让他顺利的登上了《时代》杂志封面3次。那这个的话，对于以一个歌手身份而言的话，其实这个频率也算是蛮高了。而且呢，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他甚至非常大胆的去推出了一首长达10分钟的单曲，就是那个 All Too Well 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可能听歌的话就3分钟3分30到3分40多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单曲的一个时间嘛，但是问题是在于它第一次推出了一首长达10分钟的一个歌曲所以的话当时也是引起了外界就非常大的一个关注然后整一个歌曲的话也是像拍电影一样，就是讲述了一段出轨的一个浪漫关系，并且里面还有非常多大量的一个细节，所以的话呢，大家就会觉得说我在听一首10分钟的歌的同时，我好像也看了一部10分钟的微电影或者是看了10分钟有非常多图片的一个生动的一个 GIF 图所以的话当时他这首歌呢还被滚石杂志评为了就2021年史上500首最伟大的歌曲之一，而且呢，在他刚推出的那个第1周，他直接就登上了全球排行榜的榜首，并且成为了那个美国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音乐排行榜排名前100当中，他是位于就是榜首这样子的一个位置。然后去受到了大家的一个关注跟欢迎，所以的话，他个人的一个荣誉真的是还蛮厉害的，就包括他本身作为一个女性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对啊，对啊，他的确是就是在这个行业的一个标杆啊。然后他就除了这个以外，他最近呢还引起了这个经济界的一个关注，因为最近他不是有一个那个演唱会嘛，然后他的演唱会呢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火到就是在美国，对美国来说，因为美国最近的那个经济也是不太好，然后呢，他这个美国政府就是美国的那个央局就是 Fed 就是那个央行也觉得他帮助了美国拉动了经济，就因为他这个演唱会好离谱啊。是美国的演唱会吗？还是？他这个演唱会是全球的，但是他现在已经开始了嘛？那他已经开始的时候是应该先在美国开始嘛？但是他这个开始的已经引起了就是美国很多城市不同的那个拉动了他们的经济啊，对不对？你看他开个演唱会会有人去买票去看，然后有人可能是跨州跨省的去看，就带动了那个旅游啊，带动了那个 hotel 啊住宿啊，然后食物啊商品啊，直接的去那边当地的消费啊，就是因为他的演唱会拉动了很多的经济活动，所以说他现在在美国就最近这一周大家的那个话题点都是放在这个点上了。那鱼尾呢？鱼尾不是刚抢完那个新加坡的吗？就难抢吗？想问。对，我也说一下嘛，因为其实我是在6月中的时候，其实我就有关注到他演唱会的一个事情，然后那时候主要是我澳洲的朋友说他会去悉尼还有墨尔本那边嘛，然后其实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抢票的这个事情，就是基本上那个抢票的网站他们好像是差不多那边中午12点还是11点开始抢嘛，然后他们其实基本上都是早上可能8、9点就已经回
回到办公室，就是你想，就是平常就是外国人他一般也不会说，就很少会很早到上班的地方嘛，但他们那天为了抢票，要么就直接全部请假在家里，要么就是很早，因为他那个抢票的那个网站他需要排队嘛，就是如果他们可能的想法就是能早一点排，就那个位置会早一点有。如果但其实好像说那个他也不一定是说你早到就早有的那个，对，反正我们朋友就是我那天也跟他们一起在排，然后排了一整天，反正排到就差不多4、5点都没有排进去，然后最后就说票全部抢完了。对，这个真可以想象，就是那天刚好是就是澳洲那边的场，然后新加坡跟日本这边的场，就是新加坡这边的场就也还好吧，但是他这边新加坡的场呢，一个好处就是他会先让你提前注册嘛，在那个 Ticketmaster 上面，然后你一定需要就是注册为粉丝，然后在粉丝的基础上，他会发个扣给你，就是好像说新加坡那边有2200多万人去注册这个粉丝，但实际上可能就发了200-300万的这个扣，等于说1/10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拿到扣之后呢，你当天还要排队，就是反正我也是跟我朋友从中午12点，然后我们一直排到了下午4、5点都还没有进去，我们那时候想的可能估计没有了，然后没想到4、5点的时候进去就还有 VIP 的位置，那就非常非常好，对。然后这一次这边它的一些经济现象的话，就是它这一次其实它会跟一些商业银行它进行一个合作，商业银行跟一些我不太确定它是旅行社还是说只是吼跳的一些，比如说像澳洲那边它其实会有就是跟吼跳的一些 package 一样的一个 VIP 打包，就是你买的那个票的话，它会不仅包你2张门票，还会包你1晚的一个住宿。那新加坡这边它也会有跟，但你付出的价格可能会更贵呀，就是可能那个 hotel 本身一晚上可能，假设它可能一晚上只要500刀，但是可能在上面买你可能不止这个价钱，就可能你要溢价到1000刀这样子，因为对你可以理解它可能是这个 hotel 的，就是溢价保护这样子嘛，对。然后新加坡那边其实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些。但比如说像我买到的门票是 VIP 2嘛，对，就看台比较好的位置，那它价格换新币是700多新币嘛，那换回人民币的话，可能就是4000多刀，到 VIP 1是7000多人民币嘛，对。但如果是这种 hotel 的 package 的话，它最低就是最差的位置，比如说新加坡4星，随便一个酒店，它可能最差的位置都要3、4千，但单买门票的话，最差位置可能就是几百块钱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它这个溢价还是挺高的，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们这次有一些预售，我不太确定这个是不是国外这种演唱会它常用的那种手段，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抢到在海外看演唱会的这种，就比如说他这次澳洲也好，或者说像新加坡这边也好，他会指定某一个银行，比如说新加坡这边是大华银行，澳洲那个我不太确定。就是如果你是那个银行的持卡人的话，他会提前也是能给你提前预售。那这个预售它就是会提前在正式发售之前的前2、3天给到这些持卡人，就是这些持卡人他也不需要注册，也不需要有 code，但他就可以直接提前去买。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会跟某些银行有这样的一个商业合作嘛。所以这种行为我不太确定它是这一次的单独，因为像日本那边也是有某一个持卡的，然后你也是可以提前抢到票这样子，所以这个我不太确定究竟是海外的演唱会都有这样的一个行为，还是说只是 Taylor 这一次的这个演唱会才有这样的一个商业合作。对，所以这个可能待会也可以再聊一下。对，然后确实吧，我只能说他的这个演唱会门票真的是一票难求，所以我真的能抢到，也觉得非常惊喜。因为他其实他的
黄牛溢票其实也非常高了，就是如果比如说像澳洲场也好，还是新加坡也好，如果去到国内的一些就中国内地的一些比如像闲鱼啊，或者一些这种卖黄牛门票的，它基本上会溢价多10000块钱左右，就是6000到10000块钱的。10000块钱是我这个基本上问到可能是差不多起步价，就是说你要在门票的基础上还要再多给10000块这样的一个溢价给到黄牛，所以这个它的门票也是非常疯狂，只能说希望未来能有这种更多一些实名也好，还是说什么的办法也好，能做出一些对黄牛抵制的一些处理。大概，反正我这一次的抢票经历只能说非常的跌宕起伏，但是最后还是能抢到，就还是挺幸运的，对。但你为什么想去看呢？就是你会觉得什么是，因为这个票价其实也不低嘛，就像你刚刚所说，你买了 VIP2的座位都要4000多人民币，但我又觉得说，因为其实我自己看演唱会啊，一般就是看1000多块钱人民币的水平而已啦，就是我会觉得能让你花这么相对而言也算是高的一个价格，你会觉得是有什么吸引到你的一个点吗？对，这个其实就也是挺神奇。其实我看国外的歌手的演唱会也不算少，就以前像 Ed Sheeran 啊或者 Sam Smith 啊这些，我其实也有跑到国外去看，但我以前承受的价格可能也就是最多就是1000多块钱嘛，就1000多块钱或者往下打一点嘛。对，因为比如说像国内可能再知名一点，像周杰伦也好、林俊杰也好，这种可能稍微更加出名一点的，然后也是可能也是1-2000嘛，它最贵的那个也是1-2000，也是1000多，对。对，但为什么这次其实甚至就是我其实更能接受，甚至7000多块钱的那个 VIP1，就是一个是说实话，真的从小就从他第一张专辑就开始听，虽然没有说很刻意去听啊，但至少是一个陪了也是10几年的一个歌手嘛，就是，然后另外一个我是真的觉得，无论是他刚刚大家聊到的一些他对他个人的一些转变，还是他行业的一些转变也好，我是觉得他真的能称得上就是2000这个年代以来就是一个比较有 icon 的一个在音乐界或者说在文化演艺圈能有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个角色吧，就是我觉得能有机会现场去听他的一场演唱会，就是也算是人生值得的，对，就因为说真的，说不一定他未来还有什么时候，因为像之前疫情3年这么久，是吧？虽然他好像在19年的时候也有来过中国这边，那时候还是跟马云合作的双11，那时候我还非常记得。在双11的时候，他去了马云办的那个是演唱会还是什么会来的，反正就是双11主题的。马云的演唱会？就是阿里巴巴那边在双11的时候，他们办了一场那个年会吧，是演唱会这样的一个，对这样的一个活动吧。然后他当时是一个特邀的一个嘉宾过来的，对，也在那里唱了3-4首歌，对，所以那时候我也非常记得。但说实话，就是可能内地这边对海外的一些歌手啊，或者说其实他的整个的一些限制的一些条令可能会越来越多，所以其实他们要真的来到内地去办演出，其实也是不那么容易的。所以我真的觉得有机会了，就是既然这一次有机会了，也能，就是也不算特别远。其实那当时我就想着，就如果真的抢不到新加坡、澳洲的，我也有可能会去看。那去澳洲的成本可能就更高了，是吧？就是美国，对，去澳洲一张门票，一张机票至少也要快可能1万左右了。对，但我觉得还是反正就是值得吧，就是因为人生就那么一次，然后我估计这辈子能见到他的机会也就这么一次，所以我觉得，对，所以我觉得就虽然价格看起来就你要冷静下来想啊，确实4000多块钱买一张门票确实是还挺高的，但是只能说我也不能
把他称之为我的偶像，但是我觉得，他就是在音乐界跟这种演艺界有非常强影响力的一个人，就是，对，就比如说，如果以前 MJ 还活着的话，那可能 MJ 来到东亚这边去办演唱会，我们也可能也会去想去亲眼目睹一下，就是他的这个现场的一些表现这样子。对，我那样讲的大概话，就是对，那样讲的话，你把他的定位都已经放到跟 MJ 那个档次了吧？好厉害哦！对我个人是觉得他在女性歌手里面，我觉得他还是能有类似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吧。对，就是你像女性歌手，可能更多的像 Beyond 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但我觉得反正在我这个年纪来看，我是觉得他还是在全球整体范围内更加有影响力的。但比如像现在可能很多人会偏韩流啊，像之前那个 Blackpink 这种，对，也会慢慢国就是他这种也会有起来，但是这种在我看来，他可能就是代表更新的一种力量嘛，就是可能不是我现在这个年纪范围内会接受得了的另外的一种新的一个潮流。那未来他比如像 Blackpink 这种，他可能会再创造出更加新的一些道路也好，或者说整个的潮流的一个风范也好，但我觉得在 Taylor Swift 至少他是在就是2000到2020这样的一个阶段，他还是能在全球范围内有比较强的一个影响力了。所以我觉得能去看他一次演唱会也是非常值得的。的确是啊。那现在在中国国内的各类的演唱会是不是没有这么丰富啊？还是没有这么多？还是也挺多的？其实今年国内的演唱会非常多，国内的演唱会很多很多。对。但就是仅限于就是国内的歌手。但你说海外，或者说像港澳台这些歌手想要到中国内地去演出的话，其实是限制条令可能会非常非常多。对，而且就是因为其实国内的粉丝他肯定都很希望能来内地去演出啥的，但是另外一个可能也是跟内地的这个黄牛经济也有一些关系吧，就是很多时候可能一些门票会很容易被黄牛去大量的一个囤积，真正的粉丝其实很难通过就是原价的门票去买到，其实也会对粉丝会有比较大的一个伤害。对，所以就是他们可能综合各方面考虑吧，所以就是这次也没有到中国这边，因为其实这次他在亚洲这边就是新加坡就是东南亚唯一一场，他也没有去泰国的这种地方，然后就是日本了，就他其实就是东亚这边就只有这2场，那他可能在欧洲啊、北美啊那些地方、澳洲这些就的演出的场数会更多一些。对，以我看来，我觉得就是现在中国的整体的经济规划的话，我觉得应该也可以多利用这种演唱会活动啊，去带动一下经济活力的那个板块。所以我是觉得，就好像你说吧，如果中国内部可以去很好的去管制所谓的这种黄牛的文化什么的，然后就真的去让它公平的去竞争，公平的去买票的话，然后推动更加多的这种文化产业的去演出，然后也让香港或者澳门的也就是多交流，然后在国内多搞这种演唱会的话，我觉得好像这种现在所说的这美国的 Taylor Swift 的这种演唱会效应，也可以把它利用起来，就在国内去把它去推广下来的。那个 K 小姐，你觉得呢？对，像没说，你也可以说什么？余伟你说，还有补充？对啊，你先说。没有，就是我最近了解到了一个情况吧，比如说像周杰伦，他最近也是在国内有一些演唱会嘛，然后好像我上次看数据就是说他
上2周还是上周在海口，就是对对对，海南岛那一边有个演出，反正好像说那一周它带动了90多个亿的一个就是当地的一个经济吧，就是一周不内就夸张。对对对，所以就是其实可以，就是因为刚刚疫情，就是国内就中国这边刚好才开放半年嘛，所以大家其实的整个的消费欲望，只能说还是可能压抑了几年，就还是有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追捧的，对，就特别是他们可能遇到自己的一些偶像啊，或者说这些还是会愿意飞到不同的城市，然后甚至花多一点点钱去看这些演出，然后也会同时带动现场当地的一些经济吧。因为我看像周杰伦这次他去的城市好像反而没有北上广，但是去的都是一些偏2线一点的城市。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可能也是有，就是可能跟无论是这些演出城市本身的一个经济，就是可能他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演唱会去带动现场的当地的一些经济的一个发展，然后去盘活一下，就是可能这么压抑了几年的一个经济水平的样子吧。对，真的我觉得反而像几个大咖的都比较少在北上广去演出，就特别今年的很多的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歌手，你希但反望看到而什么歌手啊？比如像就周杰伦啊，或者李连杰啊，然后还有薛之谦啊，或者说对，反正这些他们就可能北上广以往这些歌手可能开演唱会肯定是北上广都有的嘛，对，但其实今年反而就是最多要么就是有一场广州，要一场北京，或者一场上海，就是他们3个1线城市都有，但2线城市的都居多，比如像周杰伦，他像海口，然后天津，然后什么呼和浩特，对，然后什么太原，就是都是这些可能平常就是可能在国内的经济体上面不算特别发达的一些城市，但是他也会愿意去演出。对啊，那就我觉得是也有可能就是为他们带动经济嘛，就可能就是说整体来说一线城市是没什么大问题，但是那些好像你刚刚所说的那些城市，它可能需要一个经济的一个推动，所以说可能就是背后有一些操作就去把他们引导去了。是，我觉得这个也可能是反正他们的经济团队跟当地政府的一些一些对这个东西的主导吧，对，主要可能还是对整体的经济的一个盘活吧。因为对其实国内疫情之后的整体经济其实还是不算特别那啥嘛，对，所以他们可能还是要考虑各方面，通过这种演出去加强拉动这样子。对，我觉得挺好的，我是希望就看到更加多的这种活动，然后也带动一下不同地方的区域的经济，因为它这个方便嘛，也容易搞，就是去搞个演唱会，对不对？然后就拉动那边的餐饮啊、旅游啊什么的，也可以把那个地方去介绍一下给其他人去了解一下嘛。就我也没有去过海口，那可能我就去到那个演唱会呢，就认识到了海口里面那个地方有什么一些特色啊，然后就跟其他人去谈的时候也介绍一下嘛。所以说，我觉得利用这种演唱会啊、文化啊什么的一种经济活力去引导人的消费，我觉得是一个好事。那个 K 小姐呢，你有什么补充啊？没有啊，我觉得刚刚于伟说的那个我有观察到，因为我本身是也在广州嘛，就我会发现近期广州反而是什么歌手来搞演唱会了，就是其实广州也有歌手来办演唱会，只是说我们觉得比较知名的，像刚刚于伟提到的，还有就是我补充的，比如说像什么五月天啊那些，他们可能反而不会集中在像广州这种城市去办，然后反而去到一些就2线或者是新1线城市。那广州其实也有很多明星来的，就比如说像我最近我有了解到，就鹿晗啊，
还有蔡依林啊，就这些可能也算是比较红的明星啦，但是可能就不是现在大家非常追捧的一些所谓的巨星或者是一些流量明星而已。但你说像鹿晗跟蔡依林那些，其实也有自己的受众群体吧，但可能就没有达到说，比如像周杰伦啊、林俊杰啊这样，陈奕迅啊这种级别了。所以的话就其实也是还有也是有的，有明星过来广州，只不过就是可能愿意看的人可能并不是那么多吧，或者是可能并不能造成这么大的声势。而且就刚刚于伟有提到周杰伦这一个。因为周杰伦呢，之前他海口那个呢，我没有去了解海口的，但是我有朋友专门飞去了海口去看，然后呢，当时好像他来回加上路费，好像就花了1万多块钱。但是呢，我自己有关注到的其实是周杰伦在香港那个演唱会，因为呢，我经常刷小红书的时候，那段时间就刷到说，周杰伦的演唱会有多疯狂，就是他的演唱会现场有2万个位置，基本上都是爆满的。但是呢，有很多人呢是在哪里听呢？他们有2个地点，第一个地点是在演唱会的场外，就等于说在那个中环中心的一个广场外，堆满了一堆的人，就站在那个广场上面去听周杰伦在场内发出来的声音。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那个，因为中环附近它有一个那个港口嘛，然后呢，大家呢就去那里坐游轮，就等于说在游轮上面，那些游轮的那个驾驶的那些人呢，就会专门把那个游轮专门开到就稍微靠近周杰伦那个场的那些固定的一些听歌的一些角位这样的一个点，然后继续让他们去听。然后听说那个游轮上面的位置都要卖到400块钱港币一个人，400起。所以的话就可想而知，就周杰伦带来的经济效益真的是国内来说，我个人觉得是蛮厉害的了，已经是。对啊，对啊，他的影响力就是在就是北方跟那个南方的都不一样。我觉得好像我们经常在南方活跃的，就广州啊、深圳啊、香港啊这块，就是对他还是特别迷乱的，就是他的影响力一直都存在。就好像刘德华什么的都是一直很火。嗯。那好了，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我们今天呢，就为各位观众朋友呢介绍了一下 Taylor Swift，然后呢，他对整个音乐界啊跟这个商业的模型的改变，然后影响了很多人，然后也带出了他那个很正面的一个成长的过程，然后也让我们都学习到了一个不同的观点嘛。然后呢，我也是希望呢，以后呢可以看到呢，就是不同的地方呢，可以多搞一些不同的演唱会啊、文化活动啊，去利用这个趋势去激活一下当地的一个经济体。然后到时候呢，就希望我们到处都有不同的歌星可以去看，不同的歌曲去听。那我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了，谢谢各位的观看，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些再见吧，拜拜。拜拜拜拜。拜拜。